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给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简舒培，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山，五哥好，大家好；时事评论黄云忠老师，大家晚安；右边为你邀请到的台北市议员李明贤，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邱明玉，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明，大家晚安。好，那你看这个数字，大罢免，那投票倒数23天，今天除了在现场，包括资深媒体人，包括时事评论人以外。明贤跟舒培两位在最近里头都是各自阵营里面的主攻手吧，应该算这样。明贤在帮24席的立委在辩护的过程当中不遗虑，舒培呢这2天是直接被民众党黄国昌直接点名，然后不要见缝插针，不要抹黑。好，那在过程当中为什么已经攻防到这个样？当然在最近这个礼拜大家最遗憾的是发生彭真恩副市长他的夫人的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当然。在整个来看的话，对彭副市长来讲的话，除了节哀以外，当然在这件诉讼，从他的词出来以后，包括他自己在当天所讲的那些词，有人在讲说，第一个对个别的这个案子会有什么影响，这是一件事，但是另外一个就是对于整体国内整个政治的氛围又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当然你也看到这几天，包括民众党主席黄昌已经直接发了动员令，叫小草呢7月26号要对在野的24席立委。听清楚了哦，在野的24席立委要投下不同意罢免票，那看起来是正式挹注国民党的阵营。那这整个来看的话，还有23天。一战，我们就从这件事开始往下走，因为这件事情本来大家几乎因为已经进入了一审在审判过程嘛，就柯文哲精华案。大家几乎都已经不太琢磨这一部分，因为还给司法的一个空间。但现在看起来的话，这件事情因为彭真恩副市长那件事情发生以后，他讲那些话，这几天有很多人再把过程当中一些事爬出出来，包括到底谁应该要负什么样一些责任，最后当然以法院最后的判决。可是过程当中这些，你觉得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对，主要是针对所谓的彭真恩副市长在法庭那边，因为心理悲伤，所以讲出那些话嘛，对判断彭真恩副市长会不会做翻供的动作嘛？但是如果我们从起诉书或者是彭真恩作证的内容里面来看，其实翻供到底对彭真恩本人有没有利呢？其实如果用彭真恩，现在大家可以去看包含起诉书也好，或者是这几天媒体报道出来，彭真恩里面的供词里面，其实如果法院最后采信的是彭真恩的证词的话，对彭真恩来讲是相对有利的哦。对谁不利？对柯文哲是相对不利的，因为整个过程里面我们都知道嘛，从2020年3月10号第一场便当会跟应小薇的便当会，指定彭真恩做 PM 就是你柯文哲嘛，本东你假嘛，包含3月20号你收到金华城的陈情文，你交给所谓的都发局来做研议的动作，是谁盖的那个章？柯文哲亲签的嘛，陈情文是你送出去叫都发局研议嘛。3月20号包含朱雅虎的证词都很清楚啊，3月20号之后就陆陆续续有人用人头捐款给民众党这210万嘛。4月6号都发局就签了一个大签给柯文哲哦，不是彭真恩哦，给柯文哲说由都委会研议嘛。所以包含从所谓的当初的陈情到最后的这个研议，都是柯文哲知情的，所以彭真恩当然说柯文哲对于这些事情当然知甚详嘛，因为陈情文是你便当你吃的嘛，陈情文你收的嘛，研议也是你交代下去的。后来我做这个 PM 的结果，到最后盖的这个假章，你陈佩琪怎么可以推给我说这个假章是我盖的，说要负全部的责任嘛？所以彭真恩来讲，如果他可以证明这件事情柯文哲知甚详，而且所有的决策过程，包含他这个过程里面受到柯文哲很大的压力的话，那到最后这个金华城的图利案当然是柯文哲要负责，但是柯文哲当然是往下推嘛，他说假章是你彭真恩盖的嘛，研议是你邵秀佩研议的嘛，决定是所谓的都委会的共识决嘛，这个就是柯文哲在法庭上面的战略，他要把所有的责任往
往下推嘛，所以他说我一概不知道嘛，这个就是柯文哲在法庭上的战略。但是最后法院要采信什么？采信彭正生的证词，当然是柯文哲的责任较重。那如果采信柯文哲的证词，当然是彭正生有罪啊。所以这个结果就是在于，如果未来的法院上面，当然这几天我们都相信彭正生会有一些心情的起伏，讲那些话都觉得有道理，或者说大家会去同情他。但是最后回到法庭上面的理性攻防，当然是以自己自身最有利的一个方式在做辩护嘛。所以包含彭正生的律师未来在法庭上要怎么攻防。那另外一块就是政治攻防的部分。我要讲到政治攻防的部分，我觉得民众党真的是让人家觉得不知道怎么形容了。为什么呢？过去1年多来，他们从来没有帮彭正生讲过任何一句话哦，因为他们也知道，如果彭正生不扛起来的话，就是柯文哲有事嘛，所以他们不愿意帮彭正生讲话。包含这个礼拜二他们在所谓的北检的聚集，你以为是为了彭正生吗？没有，礼拜一他们就发动员令了，是因为礼拜二那一天要勘验朱雅虎的光碟。朱雅虎的光碟，我们就想到黄国昌的脚尾冲示范带的事件嘛。这个示范带的事件对于黄国昌来讲，当然是非常重要，所以他动员他的小草要去北检那边抗议，是因为早上发生那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下午2点才改成说我们改成2点来做这个动员，而且是为了彭复。这不是政治操作，什么是政治操作？但是我要讲的是说，我们可以从柯案里面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白兰主席面对司法的时候，他们在法律责任上面都推给下面的人，包含国民党的伪造文书，不是都是党部主委、副主委书记长在扛这些罪责吗？司法的责任都是由下面的人去扛，柯文哲案要让你彭正生去扛，而且政治责任他们也不扛，他们连政治责任都不扛啊，都推给赖清德嘛，都说是司法迫害，都说是办案不公嘛，这就是蓝白。国民党2党主席他们面对司法的态度。OK， 那就直接请教一下两位主攻手，来，明显我们就直接从刚才易善讲，易善把这件事情连着包括讲说，国民党整个面临到的所谓的伪造文书的这件事情，大家都推给下面去扛，从柯文哲的金华城案一直到国民党这案，都是这样做吗？因为国民党现在包括听到像韩国瑜院长，那当然黄国昌一样。感觉起来，蓝营跟白营要主打就是司法正义，把这几个案子拉出来，去说服民众没有所谓的司法正义了。彭复的太太这件事情确实令人很震惊，也令人很遗憾不舍了。因为这我也认识，因为我今天我才收到讣文而已。对我们来讲，特别我们是又熟识的人，好像对我们更情何以堪呐、那这件事情拖了那么久，好，你说金华城当初有没有他的争议在？有没有相关的疑虑？确实，那你检调侦办的时候，我很少看韩国瑜对这件事情表达意见。他在脸书出来，我觉得他用的词很重，他用的词说这个是久拖不决，拖了那么久了，撕裂人民对司法的信赖，动摇公平正义的基石，他用的很重，所以大家我们在谈很久，谈也是啊。这案子柯文哲被收押了快1年了，即使彭正生当初也羁押了100多天。那如果假设真的有不法，譬如说1500万某时地的杀出来的一枪毙命就好了，侦办那么久，为什么没有速犯速决？这是大家被他质疑的嘛。所以今天刚刚有提到了，就说有人要威胁检察官之类，黄国昌第一时间也跳出来嘛，他说这个行为不应该被容忍，应该循正道来帮台湾人民讨回公道。可黄国昌也讲了一句因为公道就当这是官逼民死的工具他一样用得很重嘛。这礼拜六，国民党台北市党部在市府前广场举办的时候，黄国昌主席会来，馆长也会来，民众党的立委议员也都会来。这件事情大家避而不谈吗？不可能，一定会谈嘛。所以我原本是反恶霸，还有拼经济、顾民生相关的基调。可是当这些韩国院长也会来嘛，韩国院长会不会讲司法迫害？会啊，一定会的嘛。所以出来了之后，老蒋也不是像易善讲说我们所有阴谋就是要透过这件事情去。我们干嘛去操作这件事情？真的，我不乐见这个事情。你说彭复的太太我们不认识吗？都认识。发生这种事情，我们很难过，很不舍啊。就说
这件事情会不会就说一个突发的状况会导致后续整个大罢免会受到影响，会受到连？你觉得会不会影响？一定会，一定会。这也不是说我们要去催民众党的选票。当民众党原先大概就说没有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我知道了，所有国民党从这礼拜6，包括到下礼拜12号在台中、那新北、桃园。各个大厂呢都有邀馆长、邀黄国昌啊，他们也都会来啊，所以蓝白本来就是合作在一起啊，本来就是说选票完全都重叠，就说最后这些选举造势，他们也没有任何回避啊，所以说这件事情也不是像义善讲的，他们原先不是要去声援这件事情，可是我知道今天到北检白银都还在前面嘛，这件事情。当然，一件很难过的事情，一件司法的事情。可是，当所有包括连韩国瑜、黄国昌都跳出来的时候，包括所有社论用这种力道在抨击的时候，你觉得后续会不会有政治效？一定会嘛？明晨，请问一下，你刚才也特别强调这件事情，那当然，本来你们的主轴包括反恶霸啦、拼经济社这些，但是发生了这件事情很难避免。你刚刚说所有来的这些大咖，大概都会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个主轴在讲。那你一定也听到，我相信苏培等一下大概也会，因为民党的朋友这几天从这些憾事发生以后到现在，有很多民党的朋友在批说蓝白就是在刻意要消费这样的一件事情。苏培有用了一个词，人选馒头，像这样的一件词，你觉得？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没有说我们要去消费。譬如说，我也听到绿营的朋友说啊，这个是当初恁国民党去搞的啊，你们的议员去搞。老实讲，我们去检举的时候。有说这件事情办1年还不办出来吗？那有没有说他不当侦讯，还有拖那么久？包括你有证据提出来嘛？这件事情最大的问题是在检调，为什么侦办那么久？有的话，韩国瑜讲得很好啊，这件事情不要久拖不决啊，你拖下顾啊，社会都重大的一个大家全国瞩目的一个案件拖了那么久啊，柯文哲关在里面那么久，原因是什么？检调的证据力在哪里？如果你检调证据力不足的话，就起人疑窦嘛。第二个，是不是有压人取供或不当侦讯的问题？比如说黄国昌在立法院相关的示范带嘛，示范带他讲说不当侦讯，这到底有没有情况是怎么样？这是大家质疑的嘛。所以当蔡英文过去在讲司法改革的时候，民众就讲10几年嘞，到现在还是赖清德不讲司法改革了。他如何恢复人民对司法的信心？所以这不是说我们在操作血馒头，而是发生这件憾事之后。你觉得民众党这些人，他会不会对执政党更不满？这些不满本来就会凝聚出来、投射出来嘛，这是自然而发的一个民怨啦。来，苏培有没有听到？明贤刚特别讲，没有什么在操作消费或是什么选馒头的问题，而是很自然，因为当大家看到不公不义事，就会这个样。这件事情2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当大家把当时的案子再爬梳出来，那所有的过程，包括证据，包括又把公文、签文什么都拿出来看的时候，是因为。白营有很多人直接讲说，你看看当时你们是怎么害人家，然后就有绿营的朋友就直接讲说，那你看一看当时的公文，柯文哲是怎么讲的，他给陈智菡是怎么讲，这已经进入好这个攻防，因为是在各自阵营里面要告诉大家，那是对方的错的感觉。再延烧下来就是刚刚讲到的政治氛围，刚才明显选举很多，韩国院长用的词其实真的重，很重，他还用到台湾自由民主受到巨大震荡，一起救活司法正义。才能让逝者安息，已经到这样的一届地步。那更不要讲黄国昌主席讲话更重，连刚才批判明显我刚刚忘问，国民党对于那个11个检察官在媒体上，就是有人把这个抛出来，国民党的态度怎么样？应该跟黄国昌主席的立场一样，这种行为不容忍，要如何循正道把这个司法的标准那个力道扳回来 ？OK， 我相信每一个阵营，大家对于像这样的事情都是不是容忍的，包括国民党，包括民进党，民进党应该也是这样一些态度。但是苏培。这些事情刚讲到了，包括黄昌，包括韩国瑜，接下来的司法正义就是一个主轴。当然是。可是我们先回过头来看就是说，在彭富的妻子发生这个遗憾的事件的时候，怎么会有人把这个事情马上连接到跟大罢免有关？彭富的太太发生憾事，到底是什么样力量让他做出这么样的选择？也许大家可以讨论，但直接把它连接到大罢免是对的吗？这不是政治操作吗？这不是就是吃人血馒头吗？这跟什么关系？彭富太太的过往跟这个傅昆萁要被罢免有关系？是彭富他太太叫傅昆萁带着国民党毁宪乱政吗？在那边国会里面扩权吗？不是啊。那为什么现在他们要被罢免了，蓝委要被罢免，然后刚好遇到
彭父的太太发生这样的事情，你把它做连结，人家就会觉得你吃人血馒头嘛。好，我们回过头来再好好的去讲一件事情，到底彭父现在受到什么样的压力？他的太太会有这么大的压力，是不是就是因为柯文哲任内给了沈庆金20% 龙奖，这被大家认为就是图利？柯文哲任内给了沈庆金20% 龙奖，这被大家认为就是图利，因为全台湾除了沈庆金，没有任何人用非都更区域准用都更条例，然后独特的3个容积奖励拿到20% 龙奖，因为这一件事情被认为是图利，所以才被侦办。而告发的人是谁？告发人是钟小平。在台北市议会担任行政究责的召集人是谁？是游淑慧。所以如果你说这个是行政，这个就是政治打压，这个就是司法成为政治的操作，谁政治操作？钟小平吗？游淑慧吗？国民党现在要讲的是这个吗？然后再来讲说侦办为什么这么久？如果是一个很简单的案子，侦办可以一下子就出来，是吗？大律师在这边，任何的图利案。有可能，你已经起诉了哦，现在是在一审侦办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从告发、从起诉，然后到这个审判不到1年的时间，就马上要去判决吗？如果这么快的话，这个判决才是有问题的吧？对不对？而且我们接下来看，彭父那一天到北院去是为什么？为了要勘验他的侦讯光碟，为什么要勘验他的侦讯光碟？因为黄国昌说有2检不当讯问，彭正生在被侦办的过程当中，他的侦讯光碟有2个小时是空白的，所以他们要去勘验这一件事情，还有包含朱雅虎朱将军，对不对？彭正生是因为这样子，当天才到北检去复讯的，而在复讯的当下，他的老婆发生遗憾。那我要问，如果彭正生当时还陪在他老婆身边，会发生这样的憾事吗？我认为就不会。那我们就要来问，侦讯光碟的勘验是必要的吗？这一件事情就是彭正生的侦讯光碟也有2个小时空白这一件事情，柯文哲的团队早就已经讲出来。彭正生在面对到媒体询问的时候，他说这2个小时是什么？这2个小时就是我吃饭跟吃药的时间嘛。他的团队没有说有不当讯问，也没有2检的问题哦，是谁认为有2检的问题？就是黄国昌嘛，就是柯文哲团队嘛，还包含朱雅虎也是啊，对不对？所以你们认为有2检有不正讯问，所以来勘验的光碟，而这样子的勘验是不是延长了整个司法审判的过程？当然也是啊。所以你现在你现在韩国瑜说为什么侦办要这么久？去问问黄国昌。去问问柯文哲的律师，为什么朱雅虎认为没问题，彭正生认为没问题，只有他认为有问题，还要花时间来勘验？然后我们再回过头来讲，到底当时彭正生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大的压力？因为柯文哲，我们之前大家应该都前2天大家都有讨论过了，把这个检察官的起诉书拿出来看，柯文哲在4月份、5月份的时候跟陈志汉的对话里面就有讲。这个整个责任就是要推给彭正生嘛，这整个案子彭没有进到市长室嘛，是不是要推给彭正生？然后再来，柯文哲被羁押之后，陈佩琪去参加民众党的一个晚会，他怎么讲的？他说有人拿了柯文哲的假章才合过去的，柯文哲根本不知道这一件事情。都委会开了好几次的会议，委员换了好几个人，柯文哲都不知道。柯文哲为什么要背起这样的责任？他不平，他不服，对不对？然后，所以最近很多的柯文哲，包含就是彭正生在侦查过程当中，对于他为什么会去核准这一件事情，他就有讲。那今天呢，就有这个媒体也讲啊，当时沈庆金再把陈情书送到台北市政府，市政府把这个案子重新送到都发局之后，都发局再重新送了一个大签给柯文哲，要柯文哲确认哦，这个案子是金华城检送陈情
含过府，故拟具提案单提送本市都委会研议，仅签稿并呈，当否？请核示。当否的意思是什么？要你长官说要不要送嘛？可是你看柯文哲把它怎样划掉？当否划掉，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你都发局自己认为这个案子就应该要签稿并呈送到都委会同意的，不是我柯文哲要求的嘛？所以柯文哲在这个事情上面，他就不愿意去承担所有的责任。但是我觉得今天有另外一个LINE的对话，出现，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其实是让我觉得有点感触的，是说，彭正生在去年的5月10号LINE给柯文哲一个公文，那个公文叫做金华城柯文哲交办1（2），这个是经鉴识之后把它复原的。然后这个公文就是10月27号公展送给他20%龙奖的那个公展的公文，他传给他之后，他跟柯文哲讲说，这个签呈就是他决心的，他应该要像台湾省主席、前台北市长林洋港一样，敢批就要敢当，不要什么都说不知道。但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文啊这个 LINE 是彭正生5月10号传给柯文哲的。你知道彭正生有这一个档案，是我5月7号传给他的。因为我传给他，我就是要问他说，为什么2个公展，第一个公展是让他准用都更条例送给他20%龙奖，要重新送到都委会的，这是柯文哲决行的，柯文哲用章。最后审查过后，才是彭正生用假章，这是1年前、1年后的事情。我问彭正生说，为什么这2个章其实都应该你决行？为什么你第一个章会给柯文哲决行？彭正生跟我讲说，他忘记了，他要好好看看，我才把那个档案传给他，所以他立即就传给了柯文哲，要柯文哲负起责任。你现在居然还把所有的责任全部要推给彭正生，难怪彭正生的家人压力会这么大。明权要回应什么？第一个我就说这一部分也不用说推给柯文哲或彭正生啊，相关的市政包括调查报告这一些，我跟苏培一样，我也都看过。那如果凭这一些你要定罪的话，尽速定罪嘛。所以包括韩国瑜还有黄国昌讲了，他也没有直接连接到大罢免啊，他们讲说司法不公而已啊。是你刚刚讲的啊。我刚刚讲说有他的政治效应，我没有说连接到大罢免，你要注意听啊！你的政治效应，我没有讲说我超级蠢，好不好？所以我觉得这份不要胡乱的连接，我没有连接到大罢免，是刚刚我哥讲有没有他的政治效应？那你刚才没有连接。你说血馒头，就你也在吃啊？没有，血馒头是这件事情，你们把它全部连接到大罢免，就是在吃血馒头嘛。刚刚黄国昌还有韩国有连接到大罢免吗？他只是讲说司法不公，尽速侦办嘛。有包含黄国昌。我刚刚讲说，如果这件事情会不会有他的政治效应？就是政治操作，要大家出来不同意罢免。这件事情如果要连接到大罢免，这就是吃血馒头啊！超级能选嘛。如果这是吃血馒头的话，游淑慧就先吃了，钟小平就先吃了。OK， 可是现在如果要这样一路延烧下来，杨明先问一下，第一个，彭富会不会这件事情经过大家会再问一个，就是他会不会翻供的这件事？因为他前面是认罪 ，OK， 会不会翻供？因为翻供的话会不会牵扯到整个案件的审理，包括柯文哲前市长之间的一些责任的问题，而这也再往下延烧去，就是对很多包括你看到，因为彭富当出来讲了检察官也没有良心这个词以后。你看到不管是小草啦，甚至黄国昌主席都直接讲说，当他听到那个有多难过，像这样一些，这个案只是一部分。另外的刚才所讲到各自的攻防的那个事，没有人在这个节骨眼上，因为人命一条人命，对所有台湾人来讲，那个震惊可以想象。而那个震惊，现在每一个人为什么出来这么多资料，就是每一个阵营都在讲说，一定不是我，就是你造成这样一些的结果。那这某种程度会不会出现刚才两边所讲的有一些政治效应的发酵？第一个就是说，像彭正生副市长，他第一时间在法庭上的那个反应，透过那种影片的画面，他的那个哭声，他喊出什么样的文字哦，那个是已经传播出去了，所以那就会造成一定的政治效应，这个是没有办法否认的，所谓的政治效应不是说谁要去刻意带动。不用，其实很多人看到那段影片，
心里面的情绪就被勾动了。那这也是为什么比如说当天为什么民众党要有人去这个到北检外面去做陈情，要去做抗议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他们那个叫做群情激愤，这个绝对会有的。那只是说，我觉得大家可以理性思考一件事情，就是彭正生他在应对这个法院的攻防里面，他过去出庭他都一再的强调。比如说这个怎么样哪里没有问题，但是我不会翻供。对，他都有这样讲，他都有这样讲。那可是他在这一次这个事件，至少有跟他接触的，比如说像陈志涵有转述他在法庭跟彭正生碰到的，那他里面讲了一段说他要把真相都说出来。好，然后呢，包括他讲说检察官怎么那么没良心，为什么不是柯文哲怎么那么没良心？就是到底为什么没有人知道？这个只有彭正生先生他自己知道的。所以如果今天他讲的是我是冤枉的，有这句话，好，那我是冤枉的跟他认罪是矛盾啊。冤枉为什么要矛盾？为什么要认罪？好，所以他认罪是有策略的嘛。那我们再去回想说，去年他被收押，包括其实还有一段，我觉得大家都忘了。那时候记不记得他们那时候因为要提审要去做这个相关的这些，他们在那个地检署待了将近48个小时。只有甜面包可以吃。那时候彭正生还一度送医。我觉得大家如果回想起来把这些事情串起来，彭正生在当时受到的司法，我觉得那个都是国家人权委员会应该要介入的。那个都是司法人权不公义的地方。那他在包括后来被收押，然后呢面临到什么样的处境我不知道，但是最后他在所有被告里面。因为他认罪，所以他被起诉、被求刑的刑者是所有的被告里面相对轻的，他是求刑3年。那也有人讲说如果他未来翻供，他的那个求刑3年的就那个条件可能就没有了。确实啊，是啊，就要回到因为翻供对彭正生到底有没有利？回到理性里面，他要跟他的律师团好好考虑啊。对，没错，就是说。所以我说会不会翻供，这个我们不是彭正生，我们没有办法帮他去研判，但是他会有，比如说，如果他说他是冤枉的，理论上他不应该认罪，可是他认了罪，而且呢，他在目前的法律的所谓的起诉的待遇上面，相对于其他被告，他是相对轻的，而且他获得交保，在这个待遇上面，会不会？他最后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采取这个什么样的措施，这就会是这一场法庭攻防里面一个重要的变数。还有一个事情，其实我觉得最不公平的一件事情我们常讲侦查不公开，侦查不公开。彭正生跟他的夫人，他有一个所谓的财产来源不明罪。其实，在今年1月底他出庭完嘛，然后那时候就是开始在吵这个有没有什么侦讯什么不正讯问这些问题的时候。3月初就有媒体直接头版说彭正生涉财产来源什么多少的财产800多万的，或什么存进他的户头70，而且那是用头版新闻来去刊登。现在今天又有更多细节了，什么他的球友什么租的那个费用，什么对豪宅大直豪宅每月14万是他的球友什么谁。然后拿了哪个集团多少钱？这些不都是侦查中的内容？那为什么现在媒体都会大量的公开？那是不是有人也担心彭正生后续讲的东西对他前段的作为是不利的？现在赶快告诉他，你还有另外一个案子彭正生后续讲的东西对他前段的作为是不利的，现在赶快告诉他，你还有另外一个案子OK，小玉，来，除了这个以外，你今天也看到另外一段，因为这中间包括陈佩琪夫人，那也下去，那包括去除了到灵堂以外，当然也去看了彭正生，然后类似像这样子，这过程当中，这都是人情之常，一定都是这个样子。是。但这件事情在过程当中，你看到谁，包括连黄国昌主席，因为毕竟彭正生跟白银的关系应该是比较好，所以他也派人去包括协助治伤啦。媒体甚或有报道说，他们也特别担心的是，包括
陈佩琪的心理的一些的状态，因为陈佩琪前一阵子也有讲了一些心里面对于柯文哲主席来讲的话，他觉得愤愤不平的一些话，这些某种程度，尤其你想想看，天在小草，不管你叫冲粉叫小草，对所有的民进党支持者来讲的话，那个情何以堪的那种场合，那这些某种程度来讲的话，它是很单纯的针对这个案子吗？还是接下来它会有其他的一些发酵？其实金华城案，你说柯文哲跟沈庆已政商，这就是已经完全就分不开了啦。虽然说现在是进入司法阶段，但是你说这个跟政治分开，这是不可能的代志。那譬如说刚刚这个主持人有讲嘛，就是说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然后这个黄国昌立刻做了3个决定包括就是说有派人去他家慰问，甚至慰问他儿子，然后譬如说陪在彭正生旁边，然后甚至陈佩琪还下去。那这当然看起来如果一般来讲，就说人情之常这个你要照顾他，看他有什么需求。但是如果你从政治解读，也有人从反方面看现在是不是有人去监军担心这个，譬如说担心这个彭正生他翻供，因为我们刚刚讲嘛，翻供你可能有2面嘛，一个是对柯文哲有利，一个对柯文哲不利嘛，对那他是不是要监军，就是看你彭正生现在会做下一步什么样的动作？当然有人政治解读是这个样子那但是我说回过头来看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说，刚刚明显讲说这个要快，那我就问大巨蛋案。过了10年了，那这个去年才一审，李树德被重判9年处理罪，他同样也是没收半毛钱那大巨蛋案这叫快还是叫慢？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柯文哲至少要在审查的过程当中要在10年大巨蛋案10年那就再关10年了。没有说关，李树德也没被关我的意思说，你说要快大巨蛋案不受瞩目吗？当时我们大巨蛋案，我还记得寇姐还坐我对面的，哇塞，时间多久了？因为他当时好在垃圾桶不知道哪里捡到一个文件，我们在讨论大巨蛋案，应该是说有人被收押的状态啦，明显的意思是，所以你说案子要彭正生现在是交保，现在是柯文哲被羁押羁押我也之前问过5哥嘛，就是交叉诘问的时间到底要多长？通常法庭里面这么大的案子，交叉诘问至少要1年。对所以你看嘛，而且柯文哲被羁押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他有重要的证人还没有回来嘛。橘子我们还在等橘子，我觉得这就是他最重要的一个。那橘子没有回来就继续压嘛？没有，他有时间限制我的意思是，这个是你说快跟慢，你要怎么界定呢？但办太快，大家觉得你办很潦草，你这个也没问，那个也没问现在是11个检察官下去了呢。你说什么蔡壁如连苗博雅都被叫去问，那今天还有在这个当然已经进入审理过程了。所以你说这要什么叫快，什么叫慢？我们用大巨蛋的例子来讲，这就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例证那再来，你说这跟政治没关系，那好，你说罢免，那罢免你们未来要不要找这个郝龙斌来站台？要不要找游淑慧？要不要找钟小平？你第一场没有好了，我说我记得郝龙斌在大罢免的时候有出来嘛？那你未来这些人要不要出来呢？那你说刚刚说完全都没有都没有连接到这个案子。那坦白讲，黄国昌昨天发了一个致党员的公开信，他当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讲说，这检察官都是鹰犬，所以他把这个列为说要一个反罢免的一个主要原因，他已经列了那所以这个黄国昌的这个主轴就是检察官都是鹰犬，所以要反罢免，什么要司法什么挖沟的时候，那所以这怎么会跟这个案子没有关系呢？我觉得非常奇怪。最后我要讲你说彭正生到底会不会翻供？其实我是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坦白讲，这个已经不是只进入司法阶段了这个前面这个舒培他们都有这个，包括游淑慧他当那个召集这个调查小组的这个召集人嘛，对不对？然后我记得舒培也在里面，然后许淑华也在里面，陈佑成也在里面嘛。彭正生在跟你们讲的，在调查小组里面讲的事情，跟他在检察官调查的事情是讲的是一模一样的，那我就问他现在有什么理由要翻供？因为其实比如说司法啦你现在检察官在侦办的时候，也许他可能为了要什么减刑或怎么样，所以他可能会就是说他认罪什么什么的。可是对舒培对他们调查小组来讲，他们完全没有这种困扰他完全没有说要获得减刑什么什么的，所以他讲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他在调查小组讲的东西，跟他在检察官问讯的事情讲的是一模一样。那坦白讲，你两边都已经讲一样的话，你要翻什么供呢？就我不理解。那最后我要讲是说了，当然我是说，当然就是他太太发生这种憾事，当然大家都会觉得很不舍可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理性的来看，
那为什么有一家企业，你看你的孙子很可爱，就口力几爸爸，还要认他当干孙，然后他甚至都还没有退休哦，就有7间公司，其中还有2间公司哦，要给他1个月20万的，就是担心说他退休后他会这个什么生活会有困境，然后给他20万呢，哇！2间公司大家急忙捧着钱要给他我这个就是说，因为他自己，我觉得彭振声他也知道说他有3年退休后有3年的旋转门条款嘛，所以他来讲说那我3年后再去你公司上班，那个公司还讲说那没关系，我先给你20万就是确保你3年后会来我这边上班。我家那我来这里，那你要不要先给我3年的通告费？因为我这个那个我也有小孩，你要先当副市长我不确定，就是这个真太夸张了，太夸张。那刚刚那个豪宅是因为他打球，跟他的球友给他14万5的这个租金费用，给他住，也是因为你觉得他生活担心你生活会退休给他困难，然后他住了半年之后还觉得租金太高，说不用，突然良心发现说不用。这我觉得现在听在很多人的耳朵里面是觉得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你知道吗？他退休后可以月领70万，他当副市长。搞不好才副市长大概多少钱？十几万，15万，15万，而且他退休后还有这个退休俸那还有人竟然会有公司担心说他生活这个会有问题，所以我先给你20万这样。所以我觉得说理性的来看虽然说财产来源不明800多万了，但是你会觉得说今天彭振声你不是在这个位置上，而且我听一个业界的朋友讲说，为什么就是会给他钱？通常你去收了这个钱。不好意思，你就会被人家看不起，因为他知道你这个人是用钱可以收的，因为他美其名是顾问费啦，但说实在的，其实就是要叫你做一些，就是未来可能做一些门神之类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家想一想，你会觉得这个没有问题吗？对，那你说所有相关这些事情，那反正检方也有在查相关的一些的案子啦，那后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就看最后检方跟法院就有一些的判决，那会不会引起其他的一些效应，也是大家在观察的一个点，怎么样？但我想要补充一下翻供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彭振声如果要翻供，大家现在在究责的是那20% 龙奖是谁决定？是谁决定？几个人嘛？市长决定。副市长决定，因为副市长是都委会的主委嘛，他也有盖决行章嘛。再来就是什么，基层公务人员大猪大姨自己决定。所以彭振声在整个公词当中，他都说我做了万全的准备，告诉大家说，因为准用都更条例，这是一个创新的做法，所以呢，我在2010年的11月11号的那一个专签是给柯文哲自己盖章，我是 follow 那样子的准则才去审核这件事情，所以是市长柯文哲决定的。OK， 所以如果你现在要翻供，你要翻什么供？你要翻什么供？你要不就把责任要不就是责任往自己身上揽，要不然就是责任往下面推，不然你要怎么翻供？可是这整件事情，一中，我直接请教一下，因为刚才小玉有特别提到，昨天黄鸿昌主席有发给党员的公开信嘛，那词非常的重，那当然讲说。黄昌寄党员信出门投不同意，726反恶霸下动员令。他直接说令人愤怒且难过的是，检察官鹰犬化愈加严重。当彭振声撕心裂肺喊出这个国家怎么了？司法改革急迫性就如同一块沉重的责任，或督促我们不能停下脚步。好，所有相关包括柯文哲在这里面，那这一部分等于是对黄昌他们来讲，他没有办法忍受彭振声夫人发生这样一些事情，他发了公开信，他发了这个公开信以后，但是。因为这里面有直接讲说726要直接投不同意罢免票，所以对他来讲师出有名，就在这一块里面就告诉莱茵的，虽然他讲说对于在24个立委要投下不同意罢免票，就算他没写国民党，大家都知道那是国民党的，所以等于是白银在这个时候也正式告诉莱茵说，这股力量会直接支持你们。笑死！如果白银真的那么支持国民党的话，就陪国民党提倒阁，现在案子就结束了。会期还在开，7、8月都还会期啊。你现在提倒阁的话，国民党那些被罢免的立委马上就解脱重选了啊。这个最简单啊。如果你真的要帮助国民党这些委员的话，你不做嘛？蒋万安都是从10月17号讲到现在了啊。现在这个
说要出来不同意罢免，当然是支持国民党没错，国民党立委一定会觉得这个时候这个添这个力量是对的。可是我刚才讲，真正要帮助国民党就是提倒阁嘛。这个我相信更多国民党立委愿意支持。好，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他当然情绪，因为礼拜二那天那个事情，那个憾事出来以后，那刚好他们人又在北检外面，他们那时候案子嘛，所以整个情绪就来了。然后你就可以看到现场那个情绪，就加上黄国昌在那边带头嘛，所以出征就开始了。小草出征，寸草不生。这里面最大的两个那个倒霉者，一个就是我们钟小平议员，他的脸书就开始被小草出征了。他说彭七的过世你也有责，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然后吃冷血馒头会有报应，都是你害民众党的，为什么要这么坏？反正很多啦。那我们就帮他截取几篇。然后另外呢，游淑慧也被讲了，有小岛就说你害死了彭太太，竟然还敢说风凉话。你游淑慧议员啊，真的比杀人魔还可怕。那游淑慧议员这时候就很理性的跟他解释，他注意听哦，他说台北市议会查的是这个，就是给那个容积率的合法性。注意是议会的专案调查小组结论报告，并没有移送彭副市长，也没有检讨彭副的行政责任。冤有头债有主，真正有提到彭副的是在我去年9月8号在立法院外面那一场集结的活动，我去勘察敌情。当天的压轴就是陈佩琪夫人，夫人出来之前先播了一段影片，是2021年9月9号那个都审会的影片。完了以后，佩琪夫人就说：“哦，那是一个专案经理人在处理的，盖的那个假章。我丈夫什么事也没做，但是现在被铐手铐的是我丈夫。”整件事情大概是这样子，所以现在突然哇，小草们都全部都在声援彭副，我真的是看到现在已经是这个大问号。好的，这个情绪归情绪，有些事情可以做，有些事情不要做。昨天晚上就有一个粉专，叫民音台视民主，他就做了下面这张图。好，下面这张，我们先看下面，记住他们的名字跟脸。他就把台北地检署的这个办科案的11个检察官全部的名字跟姓名这个照片都秀出来，然后这里面有小草就转发，上面写了4个字：命在，命还。这代替的多掉。那当然这个粉专，今天这个粉专的版主就讲，他说我又没有讲命在命，对，命在命还是人家转发的，但是你的照片这些血印，你最好跟我解释一下。他说这个是番茄酱。你自己跟检察官讲，你说这个叫番茄酱，敢做敢当，不要现在跟我扯番茄酱。这个版主那这件事情当然严重啊，这已经是刑法305条的恐吓罪，所以台北地检署马上就分案，然后也请台北市勤大去调查，就是说这件事情这个非常严重，这个不能开玩笑。那所以今天记者也就先问了国民党的立委吴宗宪说这个该办，他检察官出身的这个。基本的良知他还有，那黄国昌也说了，他说这个绝对不能容忍但黄国昌有提醒，就是检察官不要双标啦，就是说其他这些网络上有这种漏收恐吓的公审的都应该要办。那我就问嘛，那阿美被公审的时候，你们有再出来讲什么吗？阿美一个素人，霸团的阿美发言人素人，被你们国民党那时候开记者会出来给他漏收公审的时候，好像也没人讲什么。好，这一个。然后另外一件事，好，现在最后要扯的就是说，那这个民音台视民主，他今天又发文，他就说把司法官的照片找出来，这个是我一个人干的，跟民众党鬼争吵都没关系。望州知，你们打哦。下卡林昭印公开资讯，北检在林昭印谁呢？民众党的中央委员，票选第1名，现在还现任的民众党中央委员。他说怕什么？大家用字要小心哦，北检心虚哦，现在动作很大，这些东西。你说那林昭印，我刚才他是民众党现在目前的中央委员票选第1名，你现在去留这个言什么意思？然后下面我还看到很多网友小草在那边留什么，你知道？他说我们一个人呢，他们不会畏惧；当我们一群人的时候，他们就会跪下。我们一个人呢，他们不会畏惧；当我们一群人的时候，他们就会跪下。下面还很多人就说就是要这样做，这样做。好了，你说这件事情要怎么样连接到民众党呢？回到礼拜2那一天，我知道这发生命案的那一天，黄国昌那个时候是怎么样讲的？他说北检有什么脸面找那么多警察保护他们？他在外面讲，他对那些小草讲，重点是
该为这个冤死人命负责的是检察长王俊立，是2检林俊彦，现在躲在里面不敢出来。然后当小总讲王俊立下台，林俊彦出来面对，这是当时的画面。黄国昌跟小草。那这样子这个情绪。这个是情绪嘛，而且你把检察官都点出来了。当然你可以说这个粉专跟我无关了，这是我们的就是跟国民党无关。但是现场那个画面，所以你那个情绪把它拉起来。你知道以前搞街头运动，黄国昌搞街头运动，大家都搞。我们搞街头运动的第一条规则 Rule 1， 就是领导的这个街头运动的人，领导者，你怎么样把群众带出来，你就要怎么样把群众带回去。这是 Rule 1，and Rule 2，and Rule 3，没有别的 Rule， 就这一条。所以人是你带出来，你莫讲哦，今晚一定要冲，一定要恐吓，一定要按哪度按哪，什么命战命完，迄跟我无关系。当初是我是你在讲的，透过那个画面全部都散播出去，所以很多小草情绪来了嘛。就像上一次同样那一天，有一个小草说他19岁嘛，他就说如果什么中共什么打过来，他什么投诚解放军，小朋友，你今天如果是在当兵的时候，你讲这句话哈。我查过陆海空军刑法了，叛敌罪、私心呐，没跟你客气的。所以有些事情可以，你说政治上好，我们因为这件事情我情绪不好，我讨厌绿营，我要一投不同意罢免 ，OK 啊，就反正选举本来就是宰狼刀。但是涉及到司法、涉及到恐吓、涉及到这些刑责的时候，不是能开玩笑。而这个事情好像。大人们，我说这些民众那些大人，我就马上讲，就给我操了，给我没关的，所以现在他不能容，黄国昌他不能容忍嘛，这不就是割草的嘛？就好像这些杂草、小草就不是我的草，我们的草都很理性，那这些外面这些草，所以这不是一个道德。所以我最后再讲一次，你们这些大人，你们敢鼓动情绪，甚至我记得北检那一天还有说要不要冲进去的，被冲跟他们冲，你讲哦，冲进去是你打呢。大头带的那个拿麦克风那个没有事，是你们这些阿呆的冲进去，然后被关的、被起诉的是你们的，不要这样子玩。我们出来做这件事情，我们要有道义的责任。不要说这些人我都不认识，所以他们的事情跟我无关。你有道德上的呼吁，你要跟这些朋友们讲说我们要怎么样做，而不是说你现在把这些人都点出来，然后现在有小草粉专再把这些人拉出来，你看这些事情弄到的时候，现在跟我无关。我现在担心的事情是，这些人如果再没有这些大人们没有一个正确的教育的话，他们底下那些小草会不会接下来又干出更离谱，或是更影响到整个国家安危的事？这是我担心的。直接请问一下，因为这整件事情当很遗憾发生的就是彭正生夫人那件事的时候，那莱茵这个时候已经好几个月了，就是所谓的各地方党部有没有所谓的伪造文书的这些事一直在办嘛，然后到目前为止大概收押20几个，那起诉啦或什么的就不要讲了，非常多。OK， 那因为这个案子也一直在办，刚好这个礼拜在傅昆萁礼拜2的时候，在花莲在办大造势的时候，那时候是同时收5个党部，就国民党的主发会副主委被收押，黄国昌喊司法正义的时候，那包括柯文哲的案子啊，然后刚好又发生了彭正生夫人的这个憾事，对莱茵来讲，一直以来都在喊司法追杀、司法迫害、半蓝不半绿，所有这些，所以韩国瑜也讲要救司法，就是2大在野阵营都面临到了一些或多或少的一些司法案子，一路在这，所以这是2大阵营在一起的时候所能喊出这同一个口号最大一股支撑的原因吗？第一个不要再说半蓝不半绿，那个油耗这个所谓的罢免所谓的民进党议员这件事情这个油耗的那个罢免油耗的这个领先人也被所谓的约谈嘛，后来吴保请回嘛，因为很简单，因为他们说这些联署书我们收来，我们没办法去核对所谓的到底有没有死亡联署，他们又没有像基隆一样，还有民政局可以去查核，所以他们只能送出去之后由中选会来做查核嘛，那检察官就会问他说，那你这些名册哪里来？他只要照实说出去，他不是抄来的就可以了，这就是吴保请回嘛，包含即使国民党伪造文书，这些抄写工也是1万到3万元，你说最重不重吗？就罚钱了事嘛，要受司法教育嘛。我都呼吁国民党，你即使不道歉，要帮这些人出点钱，因为他们志工领3块2块，其实你说最重不重？包含这些党工未来判决下来，只要他们配合态度良好，他们认罪的情况底下，都有可能减刑或缓刑嘛。这些都是一个侦办过程跟法院判决过程，对于所谓的配合的当事人，你犯法之后，如果你的态度良好，我就会给你一个重新改过自新的
的机会嘛，这就是我们法律教育非常重要一环嘛。但是我觉得黄国昌跟国民党的高层啊，对这些小草做出一个非常不良的示范，我都呼吁这些小草真的不要那么激动。这些检察官啊，说真的，柯案只是他们其中一个案，他们每天手头上都是7、8个案呢，可能每7、8个案太少了，太少了，真的太少，真的太少，他们都很辛苦的。现在检察官的案件量非常非常多。柯文哲是你们的天下，检察官而言，柯文哲只是他们的一个案件而已。而柯文哲的儿子现在都去日本，你们那么激动干嘛？连他儿子都可能不关心他老爸了，为什么你们要激动成这些检察官都是你们的敌人？所以感性上面，我觉得1天2天，我们就会慢慢的情绪会平复。包含对于大罢免影响，我也不觉得说你们操作就会有用了。我都要跟民共党跟国民党呼吁哦，柯案最热的时候是民众党民调最低的时候。好不容易，现在没有人在讨论柯案了，慢慢的有一些对于蓝、对于绿不满的人，慢慢又回过头来说，台湾可不可以有做第三势力的机会，支持你民众党？这些人，你们又要因为柯案让他们离开吗？这个东西是民众党要去思考，而国民党更不要认为说啊，民众党这些人会来支持你们。其实这些对蓝绿不满的人，他们有自己的主张，他们认为是说每一个罢免，我罢免掉你，我可以有一个更好的选择。这个是很多公民团体的一个主张啊。所以跟罢免的关系，其实要不要结合那么深？我觉得罢免就回到立法院每一个立委的表现，才是真正的焦点嘛。而让柯案回归到司法，我们很久没谈柯案，就是希望台湾的司法回归到一个干净的一个审判空间嘛，让证据去说话。我觉得民进党我必须肯定他，郑文灿当过行政院院长啊，郑文灿当过桃园市长，没有比你柯文哲大吗？你看民进党到现在为止有没有对任何郑文灿案讲过像黄国昌这样的话？没有任何一个人。民进党还把郑文灿开除了党籍，为什么？避免民进党介入整个司法的空间。而我们看到国民党怎么做？国民党到现在的为止，伪造文书，没有人负责，下面的司法案件全部推给下面的党公职去负责，推给志工去负责，然后就说司法审判不公。你们高层有没有被判罪？有什么好司法不公的？所以我整件事情国民党跟民众党在面对司法的时候，只会推诿卸责，但是我觉得应该还给整个司法一个干净的空间。OK， 我补充一下，那个郑文灿没有被开除，他是停权，3年，3年，他是停权3年。那明权来，第一个，现在国民党是当主发会副主委被收押，因为这是中央层级了，原住民本来都是地方层级嘛，这是已经到中央层级。国民党有很多的委员，包括国民党一些高层，在形容这些的时候，用的是抄家灭族，然后用的是要把所有的在野党赶尽杀绝这些词。所以在你们现在看起来的话，觉得包括这个司法，因为刚讲什么鹰犬啦，或者什么，国民党也有一些国民党的委员或者议员也用过这样一些的词。所以对你们来讲的话，现在整个是面临到这样一些状况吗？整个党中央是岌岌可危的这些情形吗？但是刚才讲说对那个检察官的那些资料的那些公布，各政党所有政治人你可以看到，大家都说期期以为不可，千万不要做这些事情。但有人在讲说这些事情某种程度是整个社会已经开始出现很激化型的对立吗？是这样吗？对，所以包括从之前黄旅主委起诉书里面就连结说啊，什么党中央在过年前开会，所以要连结到党中央去，所以就说很多众说纷纭，很多那个就说啊，党中央即将被搜索啊，所以这件事情说，第一个当检调大规模侦办北中南东全部都侦办的时候，现在几乎国民党所有党部都被收了吧？像我们台北市党部一样啊，黄旅主委已经被起诉了。但他为什么持续羁押当中延押2个月啊？当然，北检出来讲说他们有灭证串供之余，都已经在里面都压了你的相关的证据都在那里了。所以第一个有没有符合比例原则嘛？啊有没有不正？就说相关的有没有那个不正当的原则？就说像台北市党部，包括书记长、主委，所有都被收押了，就我们党部好像空掉了一样。我们礼拜六要办个活动，变成我要去承办呢。你不只是主持啊。你还要承办啊？对啊，我们明天还要 rehearsal 一下，还要相关的啊，包括舞台啊、灯光。你还当过文传会主委啊？那也不是，就变成我们义务职，我们党团，比如说，你们现在真的都空了党部，真的各地方党部因为你们这样每个地方算一算，因为现在有10个地检署，
现在起诉5个，大概因为还有4、5个还没起诉，那你们还有哪几个党部可以打仗？好了，所以议会要扛起来了，所以我们很多义务职，其实因为我是兼书记长了，很多事情我们就要去扛嘛。OK， 甚至扛到后来连没有粮草，比如说我们办个活动，居然没有粮草，叫我们责任捐要提早缴，确实面临到这困境了。说你没有违反比例原则，好，小 B， 你说小 B， 因为我们很熟嘛，你说他是因为原住民联署的问题嘛？如果你这一部分，他是后来因为那个吴丽华提告，所以他后来现在是被评检羁押嘛，羁押在屏东。就是说这一部分到底有没有违反比例原则要去查？只是说我刚讲了，现在杀到这样刀刀见骨了，就说最后你说像苏培来讲说你们在操作血馒头，可是他讲最近原先我也承认，确实蓝军基层原先的投票动能输给绿营输给很多，可是最近会起来。最近包括蓝军基层开始踊跃投票起来，动能投票起来，不是因为这次的司法案件。第一个因素是赖清德的10讲，赖清德的前3讲，包括他第1讲讲到第3讲，当然昨天讲国防，他前3讲的时候，我光这礼拜遇到很多说。原先不想要投票的都出来投票了。你从长毛象，包括从杂志说到最新的，他讲了说啊，那个多数投票不适应，这些会让蓝军原先不想投票，会出来投票，甚至我觉得选举杀到这样刀刀见骨的时候，很多不实的谣言都会出来啊！你看，像袁之今天就一直跟我讲说，叫我他中午就一直拜托我说，到你节目的时候要来讲什么？他要你辟谣？对啊，他说你看他就被伪造啊，说什么他是卖台向中国开门出卖主权。你看他做一个图，叶元之，然后还讲说那什么离岛建设条例让中国资金进驻合法进驻离岛变成中国租界，然后中国医生可以来台湾合法执业。还有包括什么非法器官移植这一些，下一个牺牲的会是谁的孩子？他说他这个一定会去提告。像我们讲了很久说啊，原之过去常常被人家质疑或被人家抹黑的时候，原之都不去提告，可是这个他就会去提告。第二个还一样啊，万美玲也是啊，这个万美玲原本说在他自己说出来不同意嘛，结果又被变造，然后说那个万美玲自己支持说要同意，这图有没有一样啊？就是一样啊，就是说，然后霸团说啊，这只是手绘而已，几乎长得一模一样。你说这是手绘而已吗？这个也行哦，有潜力是告得成的哦。所以很多是不是说好你要罢免国民党立委，像义善讲好拉回立法院表现嘛？可是像很多不实的谣言这一些用抹黑的方式，这好吗？所以杀到刀刀见骨的时候，从司法会不会不让人民信赖，包括黄国昌主席，包括韩院长讲的也是这一个，他并没有直接连接到大罢免，说你司法如何唤醒人民的信赖，好，包括针对民众党的部分，还有针对国民党党部的部分，这一部分会有没有它的政治效应，这是一个变数。我只讲更大的一个变数是赖清德，你用这种撕裂仇恨的方式，台湾很撕裂，那未来对这一些蓝军会不会出来投票？我觉得是有增加投票动能的。未来对这一些蓝军会不会出来投票？我觉得是有增加投票动能啊。所以我直接先请教刚才民进党的其中一个点，因为过程当中司法案件，像那个伪造文书还在办嘛，民进党已经不止一次，我记得好像是连连友昌秘书长都直接直指国民党中央说要包括朱立伦道歉啊，或者你们现在还在呼吁国民党要针对这些事情要道歉吗？那刚明先讲说，其实感觉起来那个动能。因为我每次都会问国民党朋友讲，你们看那个所有的相关的民调，就你们怎么把你们的支持者热情吹出来？那明显说他的感觉，还有他碰到的，觉得他们的支持者热情现在某种程度上，不管任何原因，你自己在地方跑的时候，你的感受程度怎么样？你明显一定要这样讲啊，不然国民党怎么撑下去嘞？我告诉你，我现在每天呐，这个党部也给我们责任，民意也给我们责任，就是我几乎每天早上都去跑市场，而且我的市场大家都知道，文山跟大安区是非常蓝的。但是我在市场里面感受到体感的民调温度，不是只有天气不是只有天气，大家对我们的表态率其实是非常高的。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异常的。就是说，以前我在文山区，徐嘉清在选议员的时候，我担任他的助理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那边发文宣是会当场被人家文宣撕掉，然后丢在你前面，是完全的不假辞色。但现在大家的表态率是非常高，直接就跟你比战。
以前是眨眼睛，然后或者是这个用眼神告诉你我是你的支持者，但现在大家是大拇指是比赞，说我一定会去投票，我一定要投。而且我就自己一个人，就是说我不是这个找了什么这个立委啦，或者是什么我们的党的谁去啊，我就是自己一个人去，大家的表态率都这么高，我不晓得这个国民党的感觉是如何，但就我自己来讲是嘛。那国民党该不该为这件事情道歉？就是说。国民党的这个蓝营被罢免，当然是从去年2月1号到现在，国民党的立委的表现让人民不满，所以人民在发起大罢免之后，有这么多的公民团体支持，也胁迫了我们民进党的这些党公职都要变成侧翼去协助所有的活动嘛，对不对？那国民党在回应这一件事情，他不是检讨。到底为什么我们哪里做不好？是不是因为傅昆萁带领的国民党开启的这个失速列车，让大家完全一起去撞山？他没有检讨好这件事情，发动的是以霸制霸，而以霸制霸嘞，到现在，我告诉大家，93件起诉，242个被告。请问国民党朱立伦主席，你不用跟你国民党的所有支持者道歉吗？不然这242个被告，他情何以堪呐？他莫名其妙，只是我是国民党的支持者，国民党发动以霸制霸，我就是去帮忙而已嘛，我就是去抄个联署书而已嘛，结果我现在变被告了，你连个道歉都没有我觉得这对国民党的支持者来讲真的情何以堪，而且国民党到现在完全回避这一件事情，完全没有去讨论。你看罢免伍丽华这一件事情，现在的侦办过程是什么？是检察官说在罢免这个民进党原住民立委这个部分是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抄中央党部抄联署书，而且听说抄的地点是国民党在开中常会的那个会议室国民党党主席，你要告诉我你不知道？不过现在看起来，杨明，如果整件事情，我们曾经在节目里面讲，因为到现在那个地检署起诉还没有完哦，还有几个党部是还没起诉的哦。那只剩下23天，显然大家也在跟时间赛跑。那当民进党一直咬着要朱立伦道歉，或这整件事情到了主发会的时候，还会再往上烧吗？因为那个起诉书里面，圣化还直接指了包括国民党什么在党中央的这件事以外，还有一个卢圈一，也把它摆在那个里头。可如果照明贤刚讲，那个气势是有起来。如果气势有起来，他现在更不会道歉了。他现在如果一道歉，就表示好像他做错了，是吗？第一个我讲这个原住民立委，尤其陈颖、伍丽华是朱立伦主席亲自点名要罢免的对象，是，所以在中央党部处理这个事情，我也觉得很合理。什么叫合理？就是说，因为这是中央党部的命令，那只是说你最后搞成这样子，那难看也是你朱立伦难看，不可能跟朱立伦切割的啦。所以我觉得朱主席他在这一个部分，别的地方党部你可以说你不知情，但是这一个案子你不能说你不知情，因为是你下的令。但是你有没有叫人家去抄，那是另外一回事嘛。但是人家在中央党部做这些工作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吗？我老实说，我还是一样，在这个节目我都是说朱立伦主席应该对这个事件道歉，应该对，尤其因为这是他点名的联署的案例。可是现在在打仗。而且已经打到那个双方部队已经打到犬牙交错到，所以他看起来他们更不会道歉。我前面都没道歉了，我现在后面更不会道歉了。其实后面的这些司法案例，我必须说那个已经那个边际效益对已经递减。所谓的边际效益递减是说，对于所谓的中间浅蓝，他有那种所谓的觉得国民党丢脸那种的效益已经降低了。因为现在更重要的是什么？是赖清德的激讲讲了什么？对于蓝军，你知道前几天一个超商店员看到我，他问我说：“我住在哪边啊？那个立委是谁？”那我跟他讲说：“是王宏威。”他说：“那我要去投不同意。”他是主动来问我，是年轻人吗？对，年轻人，不算老了，不算老。OK， 所以我那时候我是有点讶异，就是说原来不同意的动能已经真的是有增加，真的是有增加。那讲到那个什么立委的保护伞，立委没有保护伞，请问林岱樺有没有被办？请问林怡景有没有被办？有啊，都在会期中啊。那立委的保护伞是这个意思，他说未经立法院许可，立法院会期间未经许可，除现行犯外，不得拘禁或逮捕。好。
问那个保护伞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要逮捕他，要拘禁，要比如收押，要经过立法院同意。过去有没有案例？有，就是收押会期没有会期的时候收押的，到了会期要立法院，如果你要延押，你要经过立法院同意。那问题就是说，我说那个保护伞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如果今天比如说假设徐宇珍被约谈说要这个声押，国民党立委跟民众党立委如果敢在上面投不同意，我跟你讲，我都出来罢免。所以我说这个不叫保护伞，我不认为这个叫保护伞，这个是一种让大家知道你对，比如说这个人他在涉入司法案件，立法院的各个立委要做出他的态度。如果今天国民党，比如说今天因为要保护徐宇珍，假设徐宇珍涉案，他因为要保护徐宇珍而导致他们全部就是投不同意的话，那老实说，那我就去罢免你啊！如果我的选区的立委有被罢免，而且呢他投不同意的这个被收押，很抱歉，我会去罢免。小雨，因为这个就是大家不懂说，那8月31号为什么一路要延到8月31那个会期？就开会，然后好，那当然一定有一些的说辞出来，就告诉你说，对，就是有会嘛。然后你知道这几天还是有一些，包括明天包括4100亿啊，包括普发1万啊，在明天也是一个决战点。但是现在感觉你自己在感觉到民间一些的氛围，蓝营真的是开始集结到，或是有人真的有生死存亡之感了吗？所以蓝营的集结，包括那个表态率啊，或各方面，真的都已经高了吗？白营在这个时候对蓝营来讲，有很多人的讨论是两面嘛。譬如，刚才明贤讲，接下来每一场的大活动都会请黄国昌，会请馆长。有人会说，你真的要请他们吗？请他们去那个仇恨值或负面会不会？但是我还是讲叶元之的那段话，元之在我们节目讲的，他的逻辑是，要罢我的人大概都已经出来到8成9成快100了吧？这时候我找到任何一个能帮我加1票的人，都是加他。我相信蓝营有很多委员是这个态度，也就是说，当黄国昌发那个文的表态，对蓝营的人来讲，你知道那个心里面有多那广告词叫就甘心没？那种感觉一定有很多。明显会不会？当事人感受会更好，对不对？感受更深嘛。对啊，小玉，所以这时候大家就在讲蓝白合作，包括2026那这一仗，好，有人就说不管2026大家会不会那时候会有利益之间的冲突，眼下先和了再说吧。不要怀疑我消灭国民党的决心。那我们就来看这以后会不会一语成谶啊？那回过头，我先回答这个小五哥第一个问题哦。你刚刚讲说叶元之有没有什么危机感？当然有啊，不然他开始。而且今天有另外一则新闻讲说，国民党觉得整个态势往上走，所以本来不是说比较危险的有8席左右，现在看起来是媒体上写3+1，是明显有这个报道吧？是你们我不能讲，我不能点3+1，我点哪一席很危险。没关系啊，不管3+1、5+1啊，前8、前10啊，反正哪一个没有叶元之？你告诉我哪一个没有叶元之嘛？你只有3缺1而已，没有3+1。不是叶元之只有排名是不是第1名？总而言之，你说他紧不紧张？可是我对他当然紧张，可是我觉得叶元之不是要去抗辩说你到底危不危险，或是要去，他应该是要去解释说为什么大家。就是为什么大家不要罢免你啊？他应该去解释这件事情嘛。那你说他今天找了徐小新不知道他找了谁去帮他站路口，我觉得这合理啦，因为对他来讲，他现在这件事情，他是要吹同温层出来。好，那像徐小新在国民党里面，好，不管大家讨不讨厌他，至少在国民党里面，他算是战神，虽然是他女战神。那徐小新可以帮他吹出国民党的同温层，这是现在对叶元之来讲他最需要的嘛。对。可是即便如此啦，今天新闻有报一个，国民党连备位立委都帮他找好了。今天有一条我觉得超有趣的耶。今天新闻有报一个，国民党连备位立委都帮他找好了。今天有一条我觉得超有趣的耶，对啊，把川博拿出来，对，李四川就说国民党就盘算就他说有一条就说什么国民党盘算叶元之大概快不行了啦，所以连备位立委都找好了，所以这个人呢，哇，今天这我觉得是很惊天，是李四川立委，对啊，你看什么脸，对，我觉得没水准呢，不是，我觉得那是谁放的，你知道吗？应该是新北市副市长放的，没有，是侯友宜放的，你看连林国瑞都出来了，但是你放李四川，我
更想罢免叶元之啦，连国民党人都出来罢免。哦，对，为了让板桥，明显来，那你就直接了，这是媒体上有这一则报道。OK， 说因为元之最近蓝委有很多的国民党的委员都采取诉讼的策略，就是如果要有什么觉得不实的就去告嘛，有很多。那今天有媒体报道说，蓝营担心叶元之难敌罢免落马，党内传酝酿最强补选咖李四川补选夺回这一席，来要不要澄清一下？是哦，不啦，这记者到底是谁写的啦？这是需要。绝无此事啦！我觉得对，当然元之很紧绷，然后也持续在跑基层，元之绝对会最后会过关的，没问题，所以也没有补选的问题。没有，我觉得这个新闻出来很有价值啊。谁想要补选？你是民进党嘛？包括戴伟山他们在准备有没有补选？如果是戴伟山，他不会去挑李四川呐。李四川是那个烟雾弹啊，但我要补充一下，这个真的没水准。多少人在劝进李四川选新北市长？他的民调也是最高，所以李四川其实现在考虑的就是说，他到底要不要去选新北市长？而且他如果选的话，很可能就是他的。然后你现在放一个消息说他要去选板桥立委，这个等级。这个真的很缺德，所以我说有时候，所以我讲这计较，咱无晓得嘛有公德心啊！你唔当讲人放一个消息，啊，你就讲我人下去，你在为虎作伥啦！买，我是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消息来源，这是敌在本能事，你知道吗？那是国民党自己葫芦内的。不要骂记者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消息来源啊。好，那我要讲是说，其实如果真的放李四川的话，叶元之反而是到紧张，因为连我都觉得李四川还不错啊。但是你看，根本不可能。赖世罢掉赖世宝，大家也觉得李博义也不错啊，徐宏庭也不错啊，对不对啊？这个罢掉徐巧芯，那也有这个委员变委员嘛，对不对？好，那还有很多啊，罢掉王宏威、采薇就上啦，对不对？所以现在就是很多啦，很多这种的，这个对国民党来讲是这样嘛。所以我觉得叶元之本能这个敌人也在本能事，他应该担心的是这一条啦哈。那最后我要讲的是说黄国昌啊，刚刚是讲到黄国昌哈。黄国昌昨天也是一样发了那个给党员的公开信，对不对？他通篇啊24个，现在是暂时先24个了哈。他统称叫在野党立委，他从来通通都没有讲国民党，都不讲国民党啊。你觉得这有什么含义？如果说我对他好一点的话，我觉得他就是想当共主，蓝白共主，哎，对，他等于说提升自己的地位了嘛。他现在已经不是只是纯粹去救驾的角色，他现在就是想要当这个蓝白的共主。这是好的解读。好的、啊，你刚刚讲说这是比较好解读，你还有不好的解读？没有不好解读，当然对国民党来讲啊，不要怀疑我消灭国民党的决心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国民党就是他是以民进党为借鉴啦，民进党当时就养虎为患嘛，如果你消灭了国民党，你就没有麻将咖了。他消灭国民党麻将咖才多嘞。对啊，现在大家都有空啊，都可以来打啦。所以好了，那就是说黄国昌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牌？毕竟就是说最近包括连这个馆长啊，也变成一个很热门的一个站台的人选。可是我还是认为说这两个人的仇恨值非常高，那就对一般比如说有些知名度啊，或者说仇恨值没那么高的，如果你去找黄国昌，甚至去找馆长来站台的话，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是拉高仇恨值。这对他们来讲不一定是有利了。OK， 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一中，花莲这一席等一下，因为一三是花莲，你是要投票的选民嘛，对不对？对，你有投票资格。我已经车票都买了。哦，你车票，对，那天不是在讲大家抢票的那个，为什么后来都没有抢票这些新闻？票都还够早啦，票都还够，没有，那天已经开放卖了。所谓的花莲的外地的选民大概8000票啊，台铁一天的量能其实可以到上万，所以是不用抢，大家都可以。那一中花莲这一席，林右昌已经不知道去了几次了吧？他去了非常多次。而当然你说有很多人，大家在评估这个好，某种程度蓝营一定要保，绿营跟民团一定要罢。对。等于他已经是大家要抢的滩头堡，就是这一块了。但大罢免有分就大成功、中成功跟小成功。可是我认为，如果傅昆萁没有罢掉，那就是失败。因为擒贼一定要擒王。整件事情，今天游盈隆出来讲，游盈隆过去是民进党，但有帮民进党选过花莲立委，有选过花莲县长，所以他跟傅昆萁的交手，他其实他很了解。他说傅昆萁这20年来的用一个什么苏花高速公路，按那规纲拉，这样就可以拉20年。那大家记得吗？那时候傅昆萁不是也提出什么花东3法？有没有什么环岛高铁啦、花东快速公路啦，然后国道6号东延花莲，反正听起来都是很棒。问题是2.5兆的新台币的预算没办法出来设，所以后来这个连国民党党团都没办法支持，因为这个是大钱坑的嘛。可是他用这样的方式不断的在花莲编织一个梦想，然后好像花莲都觉得说哇，我们都就也所以今天是
尤怡农特别讲，他说如果这个傅昆萁没有罢掉的话，那这一场大罢免基本上是失败。这因为而且你看礼拜二那一场，对，不是在周末周日，礼拜二你看那个场面，而且8个立委就直接说会期中，那也是全部去挺他。而且大家知道一件事，今天大罢免的源头就是去年傅昆萁选上了国民党的总召以后，他在4月26到4月28号带了17名的国民党的立委拜会了中国的政协主席王沪宁，而且还接受那个钓鱼台国宾馆的宴客嘛。然后接下来4月回来以后，5月就开始推动所谓的国会扩权嘛，这是引发了第一波夏季青鸟运动。就接下来就通过什么国会3法，像选罢法、什么宪法诉讼法这些，然后3预算，引发了冬季青鸟运动，所以才有今天的这个大罢免的行动。所以整个源头其实整个肉粽串就是傅昆萁带着黄国昌2个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所以这是关键。可是这一次的关键除了他们以外，我觉得刚刚提到，就你说像黄国昌这样的宣誓有没有用？有啦，因为对绿营来讲，他们基本上他们的投票率已经应该差不多7倍起来了，所以现在的重点是蓝白这边要怎么样把他们投票率吹出来啊？所以甚至有人提到说赖总统的那个什么宪法的那个就是那个什么时间是不是要稍微延后？因为你在这个时候去出来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就会变成是你就成为箭靶。那大家现在重点箭靶焦点应该不是赖清德，焦点应该是傅昆萁，还有这些国民党的立委。可是说赖清德如果在那边实讲的时候，变成好像他变焦点，就你变公亲变世主啦。他有他的使命感，但我觉得这个使命感可以稍微演一点。好，然后最后再讲一件事情，馆长现在变成是所有的场，你看像傅昆萁的场也要邀请馆长，而且馆长明贤刚刚说接下来的场都有邀嘛，对不对？国民党接下来每个周末周日的如果有邀来要看他时间了，这礼拜6是黄国昌会来了，不止邀，而且他只要有海报，他都是站 C 位，他绝对他身材又好，所以这个就是大 C 位。可是这里面最近大家翻到一个东西啊，馆长现在很红，有一个 MV， 对，馆长。昔日喊祖国台湾，他有一个抓包一个台湾魂的 MV， 悄悄被消失。这里有个 MV， 你说这是 MV 什么意思呢？这是馆长2019年6月23号，他那时候跟黄国昌2个办了一个反红媒的大游行，大家印象哈，10万人在下面。然后这个 MV 结束了以后，他们把这个画面做成一支 MV。那这 MV 一开始很感人，他就讲一句话，他说馆长啊，其实不是一个什么很厉害的人呐，然后他说。我不是有多伟大的人，但绝对是热爱台湾这块土地的人。本片献给拒绝红色媒体、守护台湾民主的所有参与者，你们都是英雄，很棒，我很感动。小哥，你知道为什么很感动吗？我是英雄 No.1。那一天第一个上台的来宾不是别人，就是在座各位的我。我那天上去的时候，下面那天下大雨，我跟你讲，雨真的超大。然后下面那些人那个眼神之热切，那种往上看的那个全部蓝吼，没人在客气，就是那一天。所以馆长因为那一天的感动，他做了这个献给所有人的台湾魂。他说我们都是台湾的英雄啊，如今景色依旧。人事已非，所以我要讲说这个过程，然后甚至最有效的赖以任就这时候跳出来，赖以任你不台，我就是卖恭维，你去龙兴花园，人家就叫你不要讲话，就不给你讲话，就表示人家是得力嘛，你这主席你过来恭维嘛，你们是对的，因为赖以任最近跑去上历史哥的直播，那给搞。历史哥就播了一个那个张宇轩，个媒体人张宇轩，那媒体人张宇轩就说啊，馆长现在是就是好像变样板，因为他去中国那些秀嘛，然后赖以任讲什么？赖以任说，张宇轩可以当民进党的样板，那馆长为什么不能当共产党的样板？这句话出自罢免吴思瑶的赖以任。他说馆长为什么不能当共产党的样板？哦，你看那讲了去，你们到底是在帮馆长还是害馆长？我真的是，我觉得馆长还是有个基本的分寸。你说他是共产党样板，我觉得他真的不能接受。不过我稍微补充一下，你那个台湾魂，你那个精髓，当然啦，这个你上台是一个重点啦。对，他的精髓是那个台湾魂是一个 rap，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话，哈，我 rap 不好。来，如果赚钱是要赔上尊严的话，这样的钱我不屑赚。对，他说的。那我的台湾魂，他现在悄悄的，他自己把它设为不公开。对。那为什么突然要这样子做？没有，他已经对反红媒运动道歉，他对那家媒体感到道歉。好吧。所以针对那件事情，看起来他是整个卓非金氏
就他自己的感觉，所以刚才阳明讲说他有道歉这一块。但阳明，我直接问一下，你觉得像这些对于蓝白阵营来讲的话，是加分还会减分？其实最近我必须这样讲哦，就是说罢免的议题哦，它变得非常的杂。所谓的杂是说，因为聚焦在赖总统的身上，那个团结时讲每2到3天会有一场，所以每一场的效应大概就是2到3天，那你就会变成说，政治新闻绝大部分讨论的这个主轴大概是在这个议题上面。那相对来讲，比如说也许有一些司法，比如说我们前面讲到陈振声的这个夫人的这个状况啊等等，有一些这个比较零星，那反而是罢团的角色变到比较版面比较少了。那这个会导致说后段，因为你说像比如说最近蓝军他们为什么刚刚我们前面讲到，他们觉得有危机的人数减少的原因，就是在于说他们开始全面动员嘛。其实我们上个礼拜也都提到，因为赖总统他提高就变成政党对决，那所以为什么当黄国昌昨天提的那一封这个公开信，某种程度就是2个在野党都在全力动员，而对抗民进党的全力动员的时候，这一场就比较像选举了。就比较像一般选举的动员选战模式。那到最后就是比谁的投票动能强。可是呢，原本我们谈到的，比如说各个选区罢免团体这边哪边受到什么打压呀，或哪边有什么不公不义啊，他们在打这些议题的时候，相对来讲那个曝光率可能版面占的就比较少一点的时候，反而会聚焦在政党对决部分多一点。这个到底对这个罢免是好或坏，不知道，因为没有过潜力啦，以前没有过20几个选区一起投罢免，所以到底那个投票动能会冲到什么程度？我觉得，我最近一直只有一个期待，就是想要看看，比如说像刚刚讲到的，比如说叶元之的、徐巧芯的、王宏威的，就几个，比如所谓危急选区，它到底有没有这种小选区的完整的民调？就是1000多份的，我不要那个300-400份的，我要完整一个完整的民调去看这些选区它的投票样态有没有，比如说真的受到一些冲击或者影响，还是说其实没有那么严重。OK， 奕晨是。那现在看起来，因为今天明天是7月4号，明天7月4号是护台大绕境，然后从花莲开始，对，然后赖清德总统讲说要所有的保台香灯脚要全部都出来，要全部这样做，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什么挑花莲，一定有道理。是挑花莲开始也有它的一些道理。那花莲这一席刚就讲到，可是如果真的看起来的话，傅昆萁一定他在地的实力啦，你说各方面包括组织是不容小觑。对，讲傅昆萁我们就讲2面嘛，一个他跟馆长一样，就是这一次罢免的主轴叫反共嘛。那傅昆萁代表的就是一开始当3个月的立委就马上带去见王沪宁嘛，所以你跟王沪宁讲的这些什么事情，他当然是一个反共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嘛，就是说我们的反作用力就会，傅昆萁的新闻不断的出现，反共的力道就会越强嘛。馆长的新闻不断的出现，反共的力道也会越强嘛。那赖清德这10讲，你说到底有没有发酵，或者是说对于蓝营来讲，它也是一种作用力。也就是说，蓝营会因为赖清德起来，它的投票率当然会提高。但是不要忘记了，公民罢团他们的组织能量是不够的，他们必须依赖着民进党的整个的组织系统的能量。所以为什么赖清德的团结10讲，其实公民罢团为什么不去讨论？因为真的还蛮你直接说无聊，就是蛮无聊的。馆长的新闻不断的出现，反共的力道也会越强嘛。那赖清德这10讲，你说到底有没有发酵，或者是说对于蓝营来讲，它也是一种作用力。也就是说，蓝营会因为赖清德起来，它的投票率当然会提高。但是不要忘记了，公民罢团他们的组织能量是不够的，他们必须依赖着民进党的整个的组织系统的能量。所以为什么赖清德的团结10讲，其实公民罢团为什么不去讨论？因为真的还蛮你直接说无聊，就是蛮无聊的，是无聊到40分钟的演讲，你们可以找出2个字来做讨论嘛？那对于罢团来讲，可是刚才明先讲，蓝营现在的策略感觉起来说要打蓝绿对决，所以有人说这场打到23天以后，投票那一刻是所谓的反共跟反赖之间的对决。
会变成是这样的一个对决。对，而这样的对决对于霸团来讲，他们其实增加了很多民进党的组织动能的的实力嘛。这为什么说赖清德说我这个7月4号我花莲这个东西，民进党党工子全部都要投入啊？那投入就代表了民进党的所有的组织系统，就好像傅昆萁在动他的花莲的组织系统。而过去这些霸团在2阶段联署，几乎当然民进党的公职会协助他们，但是他们的靠的都是自己的空战，在冲出这10%的这个罢免这个联署票嘛。但是如果3阶段只有罢免霸团绝对不够，所以他们一定需要整个民进党的并肩作战之下，把所有的组织票动员出来。所以赖清德其实很聪明哦，你可以说他演讲很无聊，但是他演讲的对象都是组织系统非常强的这些，包含所谓的福伦社啊这些人，这些人其实就是他在动员整个民进党可动员的组织系统嘛，这是另外一点。而第二点要讲的是说，当然最后你说对于同意跟不同意的罢免的这个票数的这个的意见的影响，就板块的移动，我觉得没有，就是催票嘛。当然过去霸团的催票能量比较高，但是还是有很多人还是没有被催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镜周刊》的民调的话，可以看到不同意罢免的同意罢免的部分，在所谓的一定投票，其实也没有占到所谓的很高的一个比例，都在所谓的可能会去投票的这个一个范畴里面。所以对于霸团来讲，当然希望可能会投票的这些人都可以出来投票嘛，所以最后比的就是催票，而催票最重要的效果就是办活动嘛。除了7月4号会从花莲的这个护国大绕境，从花莲开始，然后绕到南台湾民进党最强的地方，把势力声势往北部的这些罢免区带之外，台北当然是指标。台北国民党已经办了第3场啊，从426的凯道到荣兴花园。我真的要呼吁国民党，可不可以在夏天办晚会了？不要再办到下午了，又是下午的3点跟5点半之间，3点到5点半呢。荣兴花园还有树啊，这个是在市政府前面柏油路上办这个活动啊！天哪！你可能选到游览车啦，因为你若办伤晚，游览车等于伤晚啦，所以不管啦，明显看红边为什么要办3点到5点？没有啦，因为配合一些县市首长的行程啊，那一天包括县市首长卢秀燕，还有包括一些张善政，还有相关的行程这样子了。好，我要讲是说真的很热，好不好？我要注意那个保持要多喝水，好不好？国民党的支持者，我们蓝绿都希望，不管蓝绿或公民团体，都希望你们注重这个身体的安全，尤其是夏天非常的热。上一次有一次赵少康不是说，如果办晚上的话，要有电费、开灯的钱啦，对，但希望不要是这样。第二点是市政府门口，我们又没有罢免蒋万安，为什么要在市政府门口？你动员来的人，我应该是主角，应该是这些立委吧？不是应该帮这些立委造势吗？广场不是结果里面你看，没有任何一个立委在这个所谓的宣传的海报上面，没有任何一个立委都是市长。这次3都的市长都会来啦，包含侯友宜、蒋万安跟张善政这3个都也对啦。不把立委放上去都是正确的，因为加起来有17个立委，不知道怎么办。3都就有17个立委这个是国民党办的。同一天我们看到公民办的活动，在济南路，目标就很清楚嘛。他们的诉求最近，济南路的立法院旁边立法院旁边最近他们有一条歌叫做《滚出我的立法院》不是立法院那条歌很好听，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去搜寻这条歌。那办在立法院前面，代表的其实没错罢免从去年的青鸟运动到今年的大罢免，其实是一贯的。这些青鸟们下去地方去经营基层，去不断的做联署，才有今天的大罢免的运动嘛。在济南路，目标就很清楚嘛。他们的诉求最近，济南路的立法院旁边立法院旁边最近他们有一条歌叫做《滚出我的立法院》不是立法院那条歌很好听，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去搜寻这条歌。那办在立法院前面，代表的其实没错罢免从去年的青鸟运动到今年的大罢免，其实是一贯的。这些青鸟们下去地方去经营基层，去不断的做联署，才有今天的大罢免的运动嘛。这些公民团体在7月5号晚上
他们要在青鸟要重新集结在立法院前面，而且不只是办在台北市，我都觉得国民党很奇怪，都不断的办在台北市。他们除了7月5号在台北市，11、12、18、19、20各在云林、桃园、台中、新竹、花莲。最后回到花莲，也就是说，所有的霸区几乎都会到场，而其中他们最重要的不是以这些政治人物作为诉求，而是所有霸团的代表跟所有的包含影音室、艺文人士，他们都会上台演讲，以公民为主轴的这个对抗国民党的这一场。所谓的7月5号在台北市政府。明显，你们除了每一个礼拜一定会有活动这些，然后就是包括所有的，包括县市首长这些，那你们还有其他什么样一些方式能够催出你们支持的热情？我看到媒体上你们还出扑克牌哦，扑克牌这个，哦对啊。我有看到媒体讲吴思瑶撕了你们一副扑克牌哦，没有，这个那个，因为你们把它做好丑。第一张赖总统超级蠢啊，没有了，没这张还没做了，这之后鬼牌会做了，包括赖清德、赖总统的10奖，我觉得要纳进去没有啊。后来包括10奖把所有，包括柯建铭啊，还有包括吴思瑶，还有那个，你们这里面是把你们觉得是在讲插话的那些全部都把它摆进去，对，都摆进去啊。可是这是我觉得应该出第2版啊，应该把赖清德那个10奖纳进去会有帮助啦。就说刚刚我觉得义善讲的一部分有一个我觉得比较有问题的是，我是狮子会，我是福人社的，我狮子会那个前几天赖总统去讲在3002 A1， 那我是福人社，我3522。一般福人社是不讲政治的，所以赖总统要讲，你可以去其他地方讲。然后你讲说去动员福人社、狮子会，这讲出去，老实讲，这对我们来讲是对我们是很大的误会呢。我的插降跌，宗教跟政治是不能进入这2个社团的。所以我也听到很多社友、很多师兄在抗议，没人阿里用，这总监应该出来说明。我觉得3522的 A1 的总监要出来讲，这没人阿的不。这扭曲福人社、狮子会，把福人社、狮子会当成你的选举动员，这很不好。那至于说10奖，我说10奖要纳进去是这样子啦。过去在选举的时候，很多蓝委被列为罢免的部分的，他是变成一个人的武林，他一个人牺牲所有人的仇恨值。那现在赖总统跳出来了，变成有对手嘛？罢免是原本没有对手的一个人打，然后所有四面八方，包括所有的绿营的支持者，包括侧翼、青鸟，所有人对他射箭啊。结果现在有一个赖清德跟他互相抗衡的时候，变成刚好就跟传统的选举一样啊，就是蓝绿对决嘛。你到底说现在就说绿营的讨厌蓝委，可是蓝的支持者讨厌赖清德，现在都比2个人谁的讨厌值或仇恨值比较高嘛？所以你说绿的讨厌蓝的，刚刚易总讲嘛，只怕随较紧绷，可能8成、7成、8成要较紧绷啊一样啊。蓝军原本是因为沙漠嘛，我原本我就支持我自己的蓝委，我没有目标可以打，那现在赖清德自己跳出来被打。他不是我刚好继续射箭吗？所以当选举打到这样时候，最后就是选举动能，谁出来投票？那至于说赖清德会之后拿几奖没关系，他讲什么都没关系。之后还有两岸外交嘛。可是拜托不要再去狮子会、胡人社演讲。我稍微讲一下，他那个扑克牌借我一下，这个扑克牌你现在拿走吗？你不是只有打麻将而已。你好烦啊！对啊，他那个扑克牌我唯一有意见是他字太小。他字很小，你要知道那个蓝营的支持者普遍年纪大一点点。你看他，你看他连我都要这样看，我也看不清楚了。对，连这样没有画了。好，这是第一个了哈，用摸的就知道了。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就扑克牌已经不是新招了，好，就包括在选举的时候，你正面的也有做，嘲讽都有做。但是他这个哈，我是觉得说国民党很怪，你要救这些被罢的立委，你应该是要做这些立委的扑克牌吧，才知道说要救谁嘛。比如说大安区你要救罗志强啊什么的，他完全没有他完全没有一个立委他全部都是做赖清德，然后做王义川也有，王义川2张，然后卓荣泰，他们最后插话大选啊，对，可是并没有啊。可是比如说你觉得他是插话，比如好，譬如说国民党觉得赖清德说，如果你要站独裁，你应该去天安门，你应该是要讲一些反讽，也没有，他就是把这个比如说赖总统所讲的，如果你要站独裁去天安门，他就把这个话写出来，然后下面画一个赖清德很丑的图。就这
这些被罢的立委，你应该是要做这些立委的扑克牌吧，才知道说要救谁救谁嘛。比如说大安区你要救罗智强啊什么的，他完全没有他完全没有一个立委哦，他全部都是做赖清德，然后做王义川也有，王义川2张，然后卓荣泰。他们就插话大权啊。对，可是并没有啊。可他比如说你觉得他是插话，比如好，譬如说。国民党觉得赖清德说，如果你要站独裁，你应该去天安门，你应该是要讲一些反讽，也没有，他就是把这个，比如说赖总统所讲的，如果你要站独裁去天安门，他就把这个话写出来，然后下面画一个赖清德很丑的图。那譬如说卓荣泰讲什么，他就是这样子，就原文照登。做可以的，但是那个美编跟那个设计要再加。不，我有一个意见。对，最后要讲的是说，就是说我会觉得说，你蓝营的支持者啊，就基本上他们应该已经不喜欢不喜欢赖总统，不喜欢这个卓荣泰，也不喜欢。那他们要拿这个扑克牌干嘛？没事自己找茬吗？我已经这么不喜欢赖清德，然后我每天还要看这个赖清德扑克牌。你知道有一个叫抽鬼牌，就是2个人看谁抽到。不是他整副牌，整副牌几乎2/3都是赖清德。补充一个啦，任何的公众人物被做成扑克牌是很平常的嘛。国民党都在做赖清德的，里面还有王义川，不要忘记了，王义川现在是桃园的督导，你们的桃园的立委。竟然告罢团，人家也用漫画，结果告人家侵犯肖像权。这个国民党你们要被王一川告肖像权的问题。这个啊，我觉得是他这个肖像权是讲说万美玲同意罢免自己，这才怪啊，所以这个才是告。告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可是万美玲其实是告侵占肖像权的，他是侵占肖像权哦，你觉得有吗？他不是告选罢法哦，他是告侵占肖像权。但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政治人物其实是没有肖像权的。比如说，像你们刚刚那个看这个整副扑克牌，把总统的肖像权完全踏在脚底下了，怎么样用怎么样开心，对不对？那如果像万美玲这样子，那总统也要去告吗？对不对？那当然不是这样子，所以万美玲要告罢，做了一堆肖像在上面，对嘛？而且像我，你要说唯一主张有肖像权是柯文哲，对啊，所以政治人物没有肖像权，这是在读这个我们在政治学，对不是政治学，法律初阶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有讲政治人物应该不会有肖像权，公众人物一般对公众人物，对不对？那所以我不知道万美玲为什么要用这个方式去告罢团，是真的要帮自己增添柴火，还是用这样子的诉讼的方式要罢团闭嘴？但你要知道，这些罢团就不那么简单嘛，你越告他就越意志坚定嘛，你越告我就越给你宣传，所以本来大家都不知道这一件事情，然后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嘛。另外我要讲一件事情啊，就是说罢团绝对是在这一次罢免的最核心的力量，但民进党是罢团的一支力量，所以我们在最后第3阶的时候，我们全力投入。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现在所有的议员每天早上都在选区里面，甚至非罢区的也全部都投入。另外，大家有看到，就是刚刚一山大哥讲的这个其实是罢团。民进党这个有一股的力量是从这个花莲，就是林右昌从花莲的部分往南，再往西，再往北，然后这个罢团的力量是直接从台北，然后云林、桃园，然后最终回到花莲。另外，我们台北市议会党团也即将要在7月20号的时候，会在这个文山区啊有一场大造势，象征的是从最蓝的地方来翻转，然后接下来那个礼拜会有1个礼拜的这个街扫。大车扫针对每一个罢团，我要讲的是说，这些力量你不要再去控说啊，为什么民进党加入啊，这就是政党对决。我告诉你，我们所有民进党的议员都会被我们的人民要求，在这个罢免的过程当中，要跟罢免团体站在一起，而民进党用自己的力量也会有一些的动力，在最后的造势。来，民前最后30秒有什么回应？我觉得说，就说刚刚义善讲说动员狮子会福人社是义善讲的，不是我讲的，不应该这样。第二个说赖清德实讲，你说啊，针对是4大社团好了，那司马昭之心全民皆知，我只讲一句啦，我杂质我骄傲啦，所以动员到底有没有帮助？我就最后是煽风点火，反而是反效果了。民主的杂质不是在指任何人，为什么国民党、民众党一直要对号入座？我杂质我骄傲，那不是你嘛？那根本就不会讲到你嘛。OK， 对国内来讲的话，所有这些的氛围一路下去，还剩23天。那23天以后，在投票那一刻，谁真的能够说服你心目中的选民呢？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学民这边我们明天见，拜拜。